中日这一场冲突，北京登高一呼，人民跟着反日，嘴巴在喊，身体很诚实的，军事上也让中国踢铁板。你来看到这一次解放军真玩过头了，共军雷达去锁定日本战机，本来要秀 muscle， 换来是美日直接梭哈上桌了。B-52飞进了日本海，日本战机更是大规模实弹的起降，而辽宁演训短短16天打包回家，创下历来最短的纪录，这个实在是非常的浪惨。不止这样，美国直接把极音速武器摊到桌面，告诉你，我只放在关岛那么远，20分钟打到你中国境内。现在我如果把它布防到西南诸岛，你是吃不完兜着走了。中日在军事上面的对峙，现在感觉上又有一点转圜的空间啊。因为呢，这个共军的辽宁舰之前啊，不是穿过宫古海峡，然后直接北上，感觉上哇，对日本产生一个威慑的感觉啊。结果没有想到呢，现在我们的国安局长蔡明彦啊，公开说啊，事实上呢，美国跟日本啊展现共同嚇阻的态势之后呢，这个辽宁舰居然开始转向返航啊。过去辽宁舰它在演训的时候，大概需要20天左右的时间。这一次一转航之后，大概只剩下16天，被认为叫做这个历年来啊最短的历次来最短的一个演训的时间哦。这件事情让人家看不懂，是因为它本来浩浩荡荡的，连补给船都来了，代表我要在这个地方埋锅造饭哦，要待很久的哦，要耀武扬威很久的哦，16天就龟缩啦。而且现在看起来呢，这个美国跟日本啊展现强大的军事的这个 muscle 哦。你看哦，美国华盛顿航母哦，它这支编队跟日本舰队在日本东部海域啊进行演习。同时，你刚刚在画面上看到了，2架 B-52H 的战略轰炸机啊，居然抵达日本海跟日本飞机啊进行联合演训哦。原来 B-52来了，凌空来了，所以不得不转向龟缩啊。而且这个威吓的效果其实更强大的背后意义是什么？你知道吗？日本虽然现在不能拥有核子武器啊，但问题是 B-52本身可以作为核战略轰炸机啊，所以这代表是什么？说我今天啊，美国跟日本站在这一线的状态之下，那日本怎么可能态度不硬起来呢？所以你看到12月9号的时候，日本竹城基地有2个航空团啊，被发现到总共12架的F-2的战机呢密集的起飞。最重要的是，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是，它的 F-2战机下面居然都挂载了实弹哦。机腹下面你有没有看到满满的满油满弹？那不是1架2架，整个连队，这个是要战争的态势而且如果从画面上面看来，它其实搭载了4枚 ASM-2的这个所谓的反舰飞弹，再加上2枚的这个所谓 AM-3短程空对空飞弹，代表是我海空的部分呢，我都做好了实弹的准备哦。不只是这样啊，其实大家现在看到说这个冲绳的大东岛这个地方啊，日本其实也不断的在进行所谓的基础建设。对，你可以在画面上面所看到，他们现在进驻了所谓的机动防空雷达车啊，而且比较特别的是啊，过往大家在看到说这个所谓的冲绳北大东村的时候，总不觉得说它有一个军事意味的这个存在，但是它现在啊把这个所谓的机动防空雷达车放进来之后，它可以进行3D 长程对空搜索，整个探索距离是高达500公里远那你讲说侦测到了之后呢，你要做什么？你看哦，日本在2026年度的这个国防预算啊，目前已经编列大概在9兆日元左右，也被创下新高。而且最重要的是呢，我有眼睛叫做雷达，我总要有拳头嘛。他们现在计划要取得啊这个所谓的长射程飞弹之一啊，那这个叫做极超音速的这个诱导弹呢，它的速度会超过音速的5倍。你看哦，美国战争部长啊赫格塞斯啊之前去巡视这个所谓美国阿拉巴马州的红石兵工厂的时候，他们就展示了非常多的武器，但比较特别是画面上的这一款叫做暗鹰啊，这个暗鹰是属于长程极音速的武器，过往其实并没有公开被大家所这个揭露，但是你看到这一次美军的这个军官啊，居然去跟他讲说，告诉部长哦，我们这个暗鹰这个飞弹啊，射程可以达到3500公里远哇，那可以打到中国内地了。不只是打到中国内地哦，他说我其实可以达到5马赫的高速机动啊，那重点是什么？我如果打到5马赫的话，那代表是我的拦截你也很难啊。所以你看哦，它其实在第2岛链，从这个地方以5马赫飞过去，20分钟就打到了中国内地了耶。你想哦，如果今天这个暗鹰部署在所谓的关岛啊，对，那以关岛来讲，用它这个所谓3500公里的射程来说，大概可以打击到哪里？你知道江西跟广东这个沿海的城市。但如果它把它部署在北大东岛这个地方的话，那你更没有预警的时间的。大概你除了西藏、
没办法打到之外，通通都在它的范围里面。这也另外一件事情哦，就说你现在看到这个都是长程的打击武器，而且让你难以去进行防御嘛。这就代表什么？你过去中国号称东风26叫关岛快递啊，结果现在美国如果把这个部署在关岛，我告诉你，换我从关岛送快递去你那。不是关岛而已，我想的是。绿色的这条线，如果在北大东岛，日本最近说我有意要购买你的暗鹰，他就秀 muscle 了。如果真给他买到，布到西南诸岛，这一下恐怕对于中国来讲，那个是压力山大。但我就问，你让他武装到牙齿，他还要谢谢你中国的极限施压成全的捆龙锁大解套了，真的是玩不怕吗？居然我们刚刚说到火控雷达锁定已经吃不完兜着走，现在居然。日本空中自卫队的直升机也被雷射来锁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12月16号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这个木根津驻屯地的时候，有一架所属的这个CH-4JA 的这个直升机哦，那结果他在进行这个东富士山演习场的夜间起降训练的时候，居然他的机组员回报说他们被地面射出的雷射光照射大概10分钟左右啊。那当然对机组人员来讲，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伤害。但是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如果雷射光去照射这个所谓飞行员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导致这个飞行员在短暂的时间失明，甚至呢导致你在操作上面进行产生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而且你要知道，现在整个日本因为中日冲突的原因，他们现在加强战备，任何一个风吹草动、形同挑衅，可能会擦枪走火的。重点是那道雷射光谁发射出来，从哪里打出来的？因为你是在日本本土里面进行这个训练哦，所以它的发生地在静冈县，立刻就引起很多人的这个揣测跟讨论。静冈，我们就回来看哦，其实以这个日本来讲，有很多地方哦，这个外国观光客都很喜欢去。其中以静冈来说，根据日本观光厅的统计哦，在日本住宿的外国旅客当中啊，中国旅客比例最高，喜欢住的地方居然就是静冈县呢。他们都来这个地方看富士山。是好，所以来这个地方，中国人密度最多，人数最多，在静冈县，难道这个是中国游客有意无意为之的挑衅吗？当然，这整件事情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联想，还必须再经过调查。但是中国人在日本的这一块，事实上也引起日本官方的注意了。为什么？你们光看哦，日本内阁啊，之前有针对这个他们所谓战略要地附近的房地产啊，一些买卖情况进行了公布报告，结果发现到了外国人或外国企业啊，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面，一共买入了这个所谓的房地产有3498件，你知道吗？中国人占了将近一半呢，他们有1674件的这个所谓的房地产的部分，当然台湾也有买了414件啊。重点是你一般老百姓民间你要买房子卖房子，你投资行为那个都是无害的。重点是这一行字，战略要塞附近。你哪里不买？你买到这个地方来，我就觉得有鬼了。而且你大幅度的购买的这件事情啊，日本官方为什么要特别注意？你看哦，他们其实就讲说哦，为了减轻公众对于外国人购置房地产的这个担忧啊，他们未来会继续跟相关部会跟机构来合作，是不是要予以限缩呢？我觉得日本政府现在开始有警觉了，开始有警觉了。而且你刚刚提到叫做买房地产啊，你知道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的这个统计，2024年全年哦，包含外国人跟外国法人，在日本全国购置的农地总面积啊，是175.3公顷，简单的说是37个东京巨蛋的大小啊。那这个跟过去比起来的时候，也是去年的2倍哦。那大幅度的农地的这个被买下来之后，那你想想看，什么人买最多？我跟你讲，依照国籍划分，中国人啊，在这边买的是人数最多的，所以中国人买爆了日本。好，这个地方呢，就有一种国安层级的危机步步升高。我们再给你看更敏感的地方。北海道，北海道过去我们讲过，中国人来这个地方呢，他就是经营这个所谓的温泉旅馆啊，去买滑雪场啊。现在不是这个问题，他们居然哪里不挑，挑到了自卫队基地旁边大买特买啊！你如果从这一张图表上面来看，这是日本媒体之前去统计啊，就是说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资的部分进去购买土地的一个现况，你会发现几乎整个北海道好多都有中资进去买的这个状态哦。那你看，2017年日本全境啊，大概有202公顷的森林
被外资买走，其中大部分是位在北海道。那这个跟之前相比的时候，也都暴增3倍以上，而且呢，81%的买家是中国、台湾跟香港人啊。但重点回来是你刚特别提到的是，他买的地方很多都是在哪里？你知道，在战略要地附近，又是战略要地，所以日本媒体才会说啊，北海道恐怕会成为中国的北海省哦。你知道吗？像这个地方啊，你说如果有商机或干嘛的，一定会有一些投资客想要去投资嘛。2010年的时候，宜得利准备投资啊6.5亿日币哦，在北海道新城这边说要干嘛呢？盖1000栋的这个所谓的豪宅啊。那这个豪宅其实就是别墅型。结果呢，他说我这个1000栋要卖给谁？你知道，卖给中国人啊。引发当地民众非常大的反弹啊！你想想看，你大批这边只卖给中国人，我日本人在这边我也没办法进出或干嘛的，我反而变外国人了。所以当地民众非常反对。最后他只盖了17栋2层楼高的这个别墅。那重点是什么？你知道，他这个大规模在这里盖了之后，发现到说他其实距离北海道的新千岁机场大概只有15分钟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啊。这就敏感了，你卖这么便宜，你是不是以就是房地产投资之名，作为一个特殊的技术的移民？而且选在机场旁边，而且呢，后来发现到说他们大量去买了之后，人居然没有住进去啊，他们居然是买下来之后变成空城啊，让它变鬼屋。你想想看，如果农地的部分，我把农地买下来，我也不耕作，对日本来讲，这个农地本来应该要生产粮食，到最后会不会反而产生我另外一种危机呢？看到了吗？中资入侵日本无所不在，唯二的例外，接下来我们就带您看到，一个是淘宝，一个拼多多，为什么打着天下无敌便宜的全球攻略，为什么唯独日本铁板一块打不进去呢？说穿了，你在中国搞那个检测报告疑似造假，安全标签乱贴，出事装死，中国可以纵容你，来到日本，日本人不吃你这一套。对，没错，像这个中日紧张，对不对？那没想到我们谢老大谢金河就说，中国可能是日本经济再复兴的这个推手。那你想怎么一回事？原来是这个样子，就是中国用这个低价品不是行销全世界吗？对。但是低价品行销全世界之后呢，也是有打不进去的地方，因为日本喜欢买好的东西，不是便宜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风气不会只有在日本，慢慢大家都会知道为什么？因为有太多血的教训。什么叫血的教训？你看啊。侯府院大火，那就没想到人家不是就说吗？他这个维修的这个建商红叶，他采用的是新程序的这个牌的这个棚网，那疑似是假的这个用到假的这个检测报告，才出现这样的问题嘛。好，那我们讲好，那于是就有人就说，那我要买一个新程序的这个所谓它的这个棚网来看看啊，就没想到香港媒体就来买。那买来之后，他又买了跟4间有卖这个新程序的这个淘宝商店弄来，然后弄来之后呢，就没想到弄来之后呢，俊相你知道吗？我拿到了，他就说还有什么国家标准什么都给你了，然后还有这个过检的这个价格是130.5块人民币，然后从山东发货之后就7天来到香港。那这应该很安全啊，一切照规定不是吗？对，好，如果你买到的是新程序，我们也不知道它真的假，就没想到他拿出来说，不是啊。我是要新程序的牌子，就它没想到变成是山东滨州恒顺网业生产的恒顺牌，什么东西啊？对，给倒菜都对，完全品牌不一样。然后呢，我们讲棚网上面有一个这个安全的这个标章，就 LA 2个字，就没有这个 LA，跟官方完全不一样，因为官方是没有这上面的中文字，是只有 LA， 所以又完全不一样。我今天要买的是有国家标准认证的网子，结果你淘宝卖给我假货，是完全是假货，100%假货，而且不只是标章假的。好，那还说，我没有检验报告给你啊，你拿来检验报告，他说，检验报告，他看了一下，因为他仔细去对，他说，跟这个原本的这个检测编号的这个是完全一样，但是没有你内容跟原报告是完全不符，就是见鬼了，连这个都可以造假，就是国家的检测，你有检测报告的编号，但是里面都是假的，对，所以呢，这就是假，所以你看。我们先不要说这个新棚区到底是不是这一次火灾的原因，大家去买都还买到假的来，你就知道说这个状况多严重。是龟毛的日本人怎么可能为了贪图几瓜贪秀，对，他去买你的烂货，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我就问，为什么这一些行径可以在中国被纵容、被包容？原来背后他们的。马库一座比一座大尊啊！对，没错，我们刚才讲了，他们卖假货卖的这么怎么可以这样？为什么中国不会处罚他？我跟他讲，中国就是不会处罚他。为什么呢？你看今年的时候呢，拼多多员工呢，他有发生一件事，因为他们这个有中国官员要来稽查他们，就是这样，
拼多多员工居然跟政府绩效官员打起来了，大胆呐！对，打起来就当然搞到这种行为的话，拼多多就说，那我就开除上海的一整支所谓的政府关系团队，有30个人，然后把这个事件称为叫12.3的事件。好，就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因为当时的这个市场监管总局为什么来查拼多多？是说，我们有人举报说你们有很多虚假发货的行为，我们来查你啊。那照理说，那查你那就是政府要执法，没有，这是他们政府之间的内斗。为什么内斗呢？为什么？因为事实上，拼多多原本有一个这个他们该公司有一个副总裁叫文学，然后他离职了之后呢，他就到小红书去上班，然后到小红书上班了之后呢，因为他就说了，这个拼多多这样，拼多多就攻击他，说，你到你文学到这个拼多多去，当然大家是对手嘛，就没想这个文学呢 ，key 不一名怎样？因为他说什么？因为我以前是什么？我以前是中国国家监管管理局的这个副厅级的官员呐，所以什么意思呢？你既然你拼多多要整我小红书，一直举告我这样的状况，我反而我去举告，因为我是政府官员，我举告拼多多，你惹错人了。我之前在那个地方待过，里面全部我徒子徒孙，是调几个人过去，我就整死你拼多多了。所以变成是因为这样，小红书的人去整拼多多，是那拼多多也不跟你客气啊，就直接打起来，因为他知道是文学搞了嘛，所以就打起来。好，那我们跟他讲，如果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拼多多，我们其实不止拼多多，我跟他讲，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所有的网购系统，淘宝也一样，都是政府官员。你看他的这个拼多多的高层人士啊，你看这是拼多多什么？拼多多副总编辑一大堆官员，你看，对，原中宣部，然后原商务部，然后什么原上海2中审判员，对不对？原央视的这个财经官，国家级的高官。对，我说好，就这样，我上面都是这些人，请问你执法单位来的时候，我学长在那边，你怎么执法？不可能嘛。所以另外一个，我们其实跟台湾正式相关的是说，他凭什么没有落地，不受监管，可以赚爆台湾？我跟你说监管他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为什么？你看淘宝，你看拼多多，如果我用了这个 app， 我的个资我就被他掌握了，我不就开了后门就回去了？对，没错。为什么？因为它可以长期改变你的这个消费习惯，譬如说你的这个电商的这个状况，还有你的消费习惯，而且它还可以获得你更多的这个资讯。所以我们要淡大的这个教授他就说嘛，当淘宝强势问鼎台湾市场，本身不仅只是市场竞争，是牵涉到国家安全层次的问题。对。好，那为什么有国家安全层次？我们就跟他讲嘛，这个其实是你我之间的安全。为什么？今年的4月，淘宝跟拼多多不是有10亿多个用户外泄到暗网去吗？对。到暗网去的时候，这些资料，现在搞不好随便一个有心人就把这些资料拿走。现在它还没有落地我们这个地方，事实上搞不好那10亿笔也有已经台湾的消费者的在里面了，一定有，你之前消费过，你一定就有了啦。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你看，我们就说中国的，你看里面这么多官员，你觉得他不会把资料交给中央吗？那是一定的嘛，所以他就可以用这个把台湾资料交给中央政府啊。中国政府来说可以用这些，而且他们可以用什么？他们如果假设我今天要调查徐俊相，你是不是有违反分裂国家法？把你的资料全部调来，我调来之后，我就可以用中国的法令对你制裁啊。那你的个资从哪？就从这些来啊。所以来跟他讲，大家在买这个淘宝或是买这个所谓的拼多多的时候，你要小心啊，你的个资啊，还有你的安全啊，其实是置在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境地啊。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俊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